美丽的造型就是需要一些冷气房的设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远，这是一个美发频道。如果还没订阅的话，可以订阅一下；如果还没追踪 IG， 记得追踪我的 IG。今天我要教大家整理头发。没错，我终于要整理我自己的头发。自从植发以来之后，我就很少拍这些整理头发的影片。但是我真的没有头发，但最近我头发已经算是长出来啦，就像大家现在看到这样。那之前我是后面剃掉，然后前面又没头发，所以植发的那段过程，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拍整理头发影片。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又可以开始整理头发了。那最近我才看了《想见你》这部偶像剧，我知道这部戏已经过很久了，但是我就是最近才看。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里面许光汉的发型，就是李子维的发型。我最近看了那个电视之后，我突然觉得他的发型也真的太好看了吧！我想你们应该也很想学这款发型吧，所以我今天就要教大家怎么做出这款发型。首先，你一定要先有一定的长度，因为其实它是一个乱的逗号头，反正就是你要先像我一样有一个长度啦。但我最近刚剪头发，两边有点剃掉，可能型不太一样，但是整理的方向我想应该会是差不多的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整理吧。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久没有整理头发，毕竟早期我也是靠这种整理头发的影片变得比较红一点，所以现在又要重操旧业。今天要整理的工具，先准备一支离子夹、尖尾梳、发蜡、定型液、夹子。首先，那个发型并没有很有卷度，尤其你可能头发像我这么直，也没有烫过，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用离子夹这种热工具来做造型。那如果你是自然卷的人，建议你先把头发全部夹直，夹到这样之后再开始造型哦。离子夹的话，温度我会先调到160度，然后就把头发随便的分区。就真的随便分就好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并不是要把每一区都夹得很仔细，我们只是要把每一区的发中跟发根稍微夹起来。那大家可以像我一样，就是拉起来，就这样折。但这个一折啊，不要真的折到发尾哦。大家有看到吗？就这样。那你看，我在这里就会放掉，我并没有真的折到我发尾的地方。那这个时候你不用太管什么方向啊，干嘛的，就是我们只是把头发夹出一些凹痕。但如果你头发很蓬的人，搞不好也不用，或者是你头发有一点点自然卷的人，其实也不用。那我们就把头发这样夹出一些凹痕起来。那因为现在是夏天，如果你做这样子的发型的话，务必你一定要打开冷气，不然就会边夹边流汗，然后夹完头发也都扁掉，这样是很不 OK 的。美丽的造型就是需要一些冷气房的设计。好，放下来。那现在大家应该已经明显看到我的刘海有一点点改变，还是其实没变？应该有吧，就是这根部有一点点变化，你应该有发现吧？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，你的敏锐度要再提高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夹头顶一样，这样往上。那至于这个厚薄度要多，我个人觉得随便因为不要太厚就好，你就这样抓一把。你看我是很随机的哦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这样折，其实一样，不要把发尾折进去。如果你的发尾被你夹一个弯，那你的头发利落感就会不见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随机的把刚刚尚未夹起的头发都拿来夹。那为什么我们温度是用160度？是因为虽然180度的温度可以让头发快速塑形，但是你可能是个新手，甚至你不需要那么深的纹路，所以我们要自然就好，懂吗？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把温度用得太高，那你的头发痕迹就会变得很明显，我个人会觉得不是很恰当。好，现在就是后面了，真的太多人问我后面到底要怎么夹。夹的时候，请你像我一样，前方现在有一个镜子，我是照镜子在用的哦，然后就这样。一样就是卷，你有骑过摩托车吧？就是骑摩托车咯。那你说后面会不会完美？我老实跟你说，就算我是发型师，我的后面也不会完美的。我这个后面要完美，还是需要靠别人帮我用。把后面撩起来，好了，大概就这样吧。有蓬吗？反正我也看不到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一个有一点点凭感觉。现在大家看我的头发，应该跟刚没夹之前差很多了吧？没有夹之前应该就在这里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发蜡。那我今天要用的这个发蜡叫做，它写轻柔塑土。好了，其实这个发蜡正确的名字应该叫什么？发型建筑师。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公司用的发蜡，那我自己很喜欢。如果你有想要买的话，你问我，我也可以寄给你。但我真的觉得它很好用。它有分2个系列，那我今天用这个系列就是没有太干的。那我也不是说因为我们有卖，我就说它特别好用，是我们真的用很久。油卡就是我的沙龙已经用了10年啦，它的质地大概就是发蜡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它大概类似发泥发蜡吧，我没有要特别介绍它啦，我只是觉得它很好用。那它用起来的话比较不会太干。今天要抓这款发型，切记你不要用太干的发蜡。
好，我就会挖这样。用发蜡就是要这样，挖完之后，搓到这样，对吧？接下来，请你把整个头抹均匀，然后就是你知道，有没有看过一些沐浴乳广告吗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往后面也是像这样，很像疯子一样这样乱抹。有时候你可以稍微用力的捏一下，因为你需要把发蜡粘在头发上，应该看得出来吧？我现在没有在管造型，现在需要你的手指头把头发弄顺，是不是有一种越来越好看的感觉？因为我们已经有造型打底过了。好，接下来我的刘海就要变成那种64的逗号刘海了。对准你的3根，往旁边移动一边，看你想要往左边还是往右边，那随便你，看你自己喜欢怎样。3根移动到你的眉头，大概眼头吧，因为每个人的眉头位置不一样，我个人觉得可以以眼头为一个标准，上去对齐这个线，分过来。好，这个时候因为你有打底过，所以就算抹一点造型品，它就很容易变这样。好，接下来就这样，大家有看到轻轻松松的它就过来了。好，这个地方我就会把它这样往上搬一点。头顶李子维的那个发型它虽然是一个64分，但是我有发现它的关键，它的分线都没有很明显，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地方啊，它分只分里面，但是它表面这个地方都没有很分线，它都是往前的，所以我这里就会再往前，刘海先把它搞定，接下来就用手指头这样搓。李子维这个发型上面也是搓的蛮凶的，因为它这里有点蓬度，真的啦，因为我最近才看这部剧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刘海的地方了，尖尾梳请你拿出来。就是很多人刘海会用手指头，但是你的手指头比较粗，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调整到你喜欢的样子，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后面这里，有看得出来粗度的差别吧？你需要这么细，然后就这样把它调好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会用手挡住，是因为我要确认我的64分还在。那你想要分怎样？你可以就是稍微这样撩过去。你可以用这种细细的方式，慢慢的就把头发都挑到你喜欢的那个比例跟线条。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开动了，你也可以用这个，就是把它梳顺。千万不要用这里，因为这里梳的话会很呆板。如果用这里的话，你就只可以处理发尾。那这个有一个技巧，你处理的时候都是发中到发尾，你不会直接戳到发根。如果你戳到发根的话，那个分线会看起来很死。所以你有看到我现在都是这样。这个技巧你一定要给它学起来。那当然，我今天也不是说跟李子维100%像啦，因为这里还是要有根据个人的喜好，像我这里就想要飞一点过来，你要有加入一点点自己喜好的元素。好，这里表面的地方你也可以这样，就这样小挑一下。那大家应该有发现，就是它比较没有到很干，因为很干的发蜡看起来会有点毛。那我现在这个应该是往一点狼尾头前进了，所以这里我就会抹一点东西。好，接下来定型液就登场啦。喷定型液的时候，请你一定要遮住额头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喷定型液不要这样，不行，你要这样，一点点一点点喷。那为什么要遮住呢？这样才不会喷到你的脸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分享一个技巧，喷定型液的时候，你们都会喷在表面嘛？那其实你在内侧也要喷一点点，像这样。好，你要喷一点点在内侧，这样维持度才会超高。尤其现在是夏天，所以定型液真的是需要。那喷完定型液之后，把这里也压扁一点，这样你的后脑勺看起来会比较蓬，表面就稍微闪一下。好啦，我想这个发型现在就跟李子维大概应该是有70%像吧，毕竟我的脸也是没有办法长那样子。但是人就是这样嘛，追求一个发型像，尤其是我最近看完偶像剧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天哪，那个发型好像真的太帅了。但那个发型，我觉得以我现在比较的话，那个发型会再湿润感一点点。我觉得是因为它的定型液或用的造型品再湿一点点。但是现在真的太热了，如果你真的用那么湿的话，我觉得又出油又流汗又那么湿，你的头发真的会垮掉，有吗？大家有学会了吗？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哦。OK， 今天的发型教学就到这里了。这个发型是李子维的发型，那他变到王全胜的那个时候，发型又有点改变。之后我再拍一集他新发型的样子。我发现他在不同年代都有不同的发型，看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吧？如果没看过，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我也是最近才看，所以我最近才迷上这个发型，而且很开心，我的头发终于长到一个地步，可以继续拍这样子的影片了。其实我一直都很想来拍，你们应该有发现，我这半年来都不知道在发什么东西吧？我不是不想教你们整理，是因为我真的
没有头发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那如果你有想要看其他发型，还是有其他发型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因为我现在也有头发可以整理了，所以你想看什么发型，我都会尽量满足你的。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，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